嗨，大家好。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不知不觉中打一场看不见的仗。你可能完全没意识到，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习惯，正化身为一支隐形的军队，每天悄悄地对我们大脑的记忆中心发动猛烈的围城之战。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切入重点，来揭开这个超迷人却又无比重要的医学谜团吧。你可能也想过这个有点吓人却又再常见不过的问题：为什么年纪一大，最先拉警报的总是记忆力呀？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自己初老症犯了，忘东忘西的，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是失智症的巨大危机哦。要了解怎么预防，我们就必须先搞懂大脑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今天的解析中，我们会带大家快速走过5个核心重点。先来看看记忆面临的致命危机，接着认识大脑的超级防御系统——血脑屏障，然后探讨血管衰退与发炎反应的关联，揪出糖分对大脑造成的无形伤害，最后当然会教给大家最实用的大脑防御策略。首先，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记忆的致命危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脑是一座超宏伟的国王城堡，那海马回绝对就是这座城堡里最珍贵、最不容有失的皇家金库了。它是我们学习和记忆的最核心基石。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个金库极度的脆弱。根据医学研究，海马回对各种疾病、病原体甚至环境伤害的抵抗力都非常低。它就像一个超精密的保险箱，只要外面有一点点的震动或损害，它就很容易故障。像是2024年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重量级回顾研究，就非常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科学家系统性的发现，相较于大脑的其他区域，海马回总是那个最早而且最明显受到伤害的地方。不管是缺血、缺氧还是自然老化，海马回永远都是首当其冲的苦主。那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第2部分了——血脑屏障，大脑专属的防御系统。既然金库这么重要，我们现在把焦点从金库转移到保护它的城墙上，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血脑屏障，简称 BBB。你要把 BBB 想象成这座大脑城堡的超强防御墙，或是最高级的安全检查哨。它是一道实体的边界，非常严格的控管哪些营养可以放行进入大脑，同时把那些危险的毒素啦、病原体啦，还有发炎物质，通通挡在门外，确保大脑内部环境的绝对纯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者的差别哦。一个健康的血脑屏障，它的细胞是紧紧相连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当它受损、开始渗漏的时候，就像是城墙出现了裂缝。透过先进的脑部 MRI 技术，科学家清楚地捕捉到，随着我们变老或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海马回周围的血脑屏障会自然变得越来越容易漏水。这等于是城门大开，让那些慢性发炎物质长驱直入。这其实揭开了一个蛮残酷的事实，这道城墙最薄弱的地方，竟然刚好就是它用来守护最重要宝藏的位置。研究已经证实，海马回周围的血管网络本来就比较脆弱，它对血流减少或是缺氧的忍受力远远低于大脑其他的皮质区。所以当血管开始衰退的时候，海马回立刻就成了最容易被攻陷的标的。一旦这道防线彻底崩溃，神经细胞开始死亡，往往就是失智症找上门的关键起点。那么，到底是谁在搞破坏？这就来到我们的第3部分：血管衰退与发炎反应。既然知道海马回的城墙先天就不良，那你可能会想，每天攻击这道城墙的敌人，难道是什么罕见的可怕病毒吗？其实不是哦。根据医学专家的临床观察，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日常坏习惯，像是熬夜到凌晨1点以后，不爱运动，压力超大，抽烟，还有肥胖。这5个习惯正是让身体陷入慢性发炎的元凶。这些发炎物质就像工程锤一样，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冲撞和破坏你的血脑屏障。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生动，健康就像一个水桶，
而坏习惯就是让你的健康不断漏水的破洞。这完美解释了慢性发炎是怎么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健康是个水桶，你也许很骄傲自己终于戒烟了，这确实是补了一个大洞。可是，如果你还是天天熬夜，压力大又不运动，那水桶上明明还有其他破洞啊，你的健康和脑力还是会继续流失。所以，防御大脑绝对必须是全方位的。接着第4部分，我们要揪出一个隐藏的极好，却对大脑伤害超大的无形杀手。这个极具破坏力的入侵者就是糖分。很多人以为矮吃糖顶多就是会变胖嘛，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过量的糖分不只会破坏血管，搞乱胆固醇，引发代谢问题，最可怕的是它和肥胖息息相关，很容易引发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代表什么？这意味着当你晚上熟睡的时候，大脑原本需要的血液流量和氧气可能会硬生生被切断高达22%。对极度害怕缺氧的海马回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不过，这里要先厘清一个常见的迷思，不是叫你从此什么糖都不准吃哦。国民健康署有指出，像水果里面的天然糖分，因为伴随着丰富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这是健康的，每天吃个2到4份没问题。我们真正要严防死守的是添加糖，不管是手摇饮里的果糖，还是看似养生的蜂蜜或糖浆，这些添加糖必须被死死压在每天总热量的10%以下，才能真正保护你的大脑血管。好，准备好听一个会让你吓一跳的数字了吗？47%。专家发现，只要你认真执行低糖、低碳水饮食，短短3个星期，你大脑里面的一种关键蛋白质竟然就会神奇的飙升将近47%。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物质？这个飙升了47% 的物质叫做 BDNF， 中文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听起来有点学术，对吧？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大脑专属的顶级修复团队。当你成功戒除过多的糖分，这个修复团队就会全员出动，拼命帮大脑长出新的细胞，重新连线神经网络，甚至还能预防忧郁症，让你的脑力大升级。这绝对是我们反击的最佳武器。那了解了这么多，我们最后第5部分就来看看有哪些大脑防御的关键策略。要把刚才讲的这些科学知识变成每天的具体行动，其实只要掌握4个步骤。第一，就是刚才说的，把添加糖严格控制在总热量的10%以下。第二，拜托别再熬夜了，把睡眠品质摆在第1位，给大脑足够的氧气和时间去修复。第3，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管理压力。最后第4，规律运动，让脑部血液循环动起来。这些看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生活习惯改变，但实际上你正在微观的世界里一砖一瓦的帮海马回把血脑屏障给盖得更厚更强壮。所以说啊，想要预防失智，保护记忆，绝对不是等到老了忘记事情了才去吞药，而是从现在开始重建你大脑的城墙。维持血管的健康，强化血脑屏障，是你每天用来对抗慢性发炎的具体行动。你吃进去的每一口健康食物，每次运动流下的汗水，其实都是在为你的记忆金库加上一道又一道的安全锁。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为了保护你明天的记忆，你今天此时此刻决定要改变哪一个小习惯呢？是少喝那一杯全糖手摇饮，还是今晚答应自己提早半小时关掉手机睡觉？记住，大脑的健康完全掌控在你自己手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